延寿街因街口早年间有座延寿寺而得名，南北走向，东西两侧和10来条胡同相连。过去600年间，这片胡同遗存了大量不同时期的历史印记，且绝大部分建筑均保留了传统的格局和形制，属于基本没有被拆迁影响到的一片区域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每周我会在这里分享一些古老街巷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上一期我们逛到了前门西河堰街，街西段南侧有一条佘家胡同。相传有佘姓的举子来京考试寓居巷内，故取名佘家胡同。胡同长250米，巷内曾有山西襄陵会馆、湖北襄阳会馆、浙江吕京同学会等。京剧演员萧长华、于永利、王和林也曾寓居于此，现均为居民住宅。37号、31号、14号、13号都是保护院落。佘家胡同东口和延寿街交叉的位置为延寿寺旧址，现在门牌号是佘家胡同1号。延寿寺在辽金时期是有名的大寺，寺院地域宽广，据说现在的琉璃厂一带都是延寿寺的辖地。辽史中记载，辽圣宗笃信佛教，曾3次到延寿寺施斋。介绍延寿街的名牌上写着清光绪顺天府志，载有延寿寺街，昔今日纪言，宋徽宗北来遇此，宜非也，降西城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北宋靖康2年1127年，金军攻破汴京，将北宋宫廷收藏的仪仗、礼器、祭器、乐器、图书、古董、金银和绸缎尽数掠走，府库蓄积为之一空。宋徽宗和皇宫的后妃们被掠到燕京后，囚于延寿寺，只有宋钦宗被单独囚禁于法源寺。囚禁宋徽宗的延寿寺到底是哪座，一直都有分歧。这是因为当时燕京有3座延寿寺，一座就是延寿街北口这座，另一座位于米市胡同和迎新街之间，第3座位于今天的枣林前街。有不少人认为宋徽宗就是囚禁于延寿街的延寿寺，但更多学者倾向于始建于东魏，重建于辽代，位置在枣林前街的那座延寿寺。颇具讽刺意义的是，据有资料讲，囚禁宋徽宗的延寿寺里曾有一座碑，是宋朝军队短暂的收复燕京时，军队统帅童贯在寺中所立，纪念北宋与金国结盟，南北夹击辽国，收回了燕云16州的一部分。书画皇帝宋徽宗被弃了与辽国签订120年之久的澶渊之盟，梦想实现祖宗未完成的大业，收回燕云16州。于是派遣了自己的宠臣大宦官童贯为帅，带军攻打辽南京。结果被辽国名将耶律大石以少胜多，打得童贯军队抱头鼠窜，后来还是金国帮着攻下了辽南京。由此金国也看清了北宋的实力，不出几年便灭亡了北宋。假如延寿寺真有童贯立的那座碑，徽宗皇帝当时看到了，不知道肠子是不是悔青了。延寿寺辽金后因战乱废弃。明宣德8年1433年，一位叫湛然的禅师重建延寿寺，并于明正统6年1441年建成，但规模已大大缩小，这就是位于今天延寿街北端的延寿寺。到了清朝末年，寺已经破败不堪。1920年后被当时住持转租他用，上世纪50年代末该庙被拆除，改为毛笔厂的车间。大殿的位置后来建起一座3层楼房，前些年这座3层楼房成为了浙江某地驻京办事处。延寿寺街曾有过许多会馆，如100号是江苏吴县会馆，15号是广西平乐会馆，24号是安徽安吉会馆。
延寿寺街也曾是一条小商业街。民国时期，延寿街上有104个门牌，买卖铺户就有90多家。直到现在，街上仍然有不少有年代感的店铺和餐馆。延寿街南侧49号街道文体活动中心，曾经是王致和南江园旧址，老北京风味王致和臭豆腐即发源于此。清康熙年间，从安徽来的举子王致和因屡试不中，干脆在延寿街路西购置了一处门面做豆腐。一次失误让他歪打正着，做出了臭豆腐和酱豆腐。这两种有味道的食物不仅受到老北京人的喜爱，还赢得过慈禧太后的青睐。王致和南江园身价倍增，一度成了有资格持腰牌进宫的作坊。开业于清康熙8年1669年的王致和，至今已有300多年。上世纪60年代，该店迁走，其旧址成为延寿寺粮店。当年延寿寺街上还有一家木柜台、长木门板的红通百货店，也是一家老字号，店里的货品应有尽有，从针头线脑到日用百货，样样俱全。延寿街的西侧除了佘家胡同、琉璃厂东街外，还有刘家胡同、泰山巷和百合园胡同。刘家胡同民国时称许家大门，清代有许姓官吏住在这，因而得名。后许家败落，将房产转卖给鹤年堂药铺总经理刘一峰，巷名也改称刘家大门。1965年改今名。刘家胡同拐了2道弯，是一条路鲁把胡同。刘家大院是第一家新华书店建立的地方，新华书店的大门正对胡同口，从延寿街上就能看到大门上方的新华书店老门头。新华书店搬走后成了职工宿舍，变成了大杂院，现在的门牌号11号。能看到里边杂乱的简易房，过道里边有雕刻的木柱，应该是以前保留下来的。3号也是当年刘家住宅，应该和1号院原是一体。泰山巷清代即用此名，是个半截不通行的小巷，一条很短的巷子。百合园胡同清称百花园，相传此地有花园，种有花草，供琉璃窑厂官员观赏，因而得名。民国时又因转为百合园，1965年定名为百合园胡同。名字浪漫，百花园却早没有了，里面只是些特别简单的小院落。延寿街还有一景，就是北京城最小的剧场100年老号奎德社。70多岁的老爷子于小章是奎德社的老板兼唯一的演员，或许也是最后一位老北京的天桥艺人。于小章的祖父于德奎是著名的大鼓弦师，民国曲艺10老之一，也是奎德社的创办人，人称于八爷。父亲于少章被称为单弦圣手，曾为周璇伴过奏。奎德社传到于小章这儿已经有100年左右了。10几平米的小屋，卧室兼剧场，一次只能容纳5、6个观众。老爷子给剧场设计的广告语是：最浓的京腔京韵，最老的京城文化，最小的开心剧场，最绝的说演弹唱。一场演出半个小时，就仨节目：单弦、数来宝、快板。我们听几句老爷子唱的快板，以此结束本期视频。下一期我们将介绍延寿街东边的几条胡同。打南边来这个喇叭，要手里提着这5斤塔巴去换北边来的哑巴，腰里别着个喇叭。打北边来的哑巴不愿用腰里别着喇叭，去换这个南边来的喇叭，手里提着5斤塔巴。打南边来这个喇嘛非要用手里提着5斤塔巴，去换这个北边来的哑巴，腰里别着个喇叭。后来这哑巴急了，抡起这喇叭打了，提他妈喇嘛一喇叭，这个喇嘛急了，抡起塔嘛打了，别喇嘛哑巴一塔嘛，也不是提塔嘛喇叭打了，别喇嘛哑巴一塔嘛，还是别喇叭哑巴打了，提他妈喇嘛一喇叭，喇嘛回家炖塔嘛，哑巴回家滴滴答答的吹喇叭。好。